怎么了？出去找工作，找了一天没有人要我，要什么身份证明我没有。肯定是要的，你要去找工作，怎么也不先与我说说？我睡了懒觉，起来时你已经走了。你是不是没吃饭？是。我不是给你留钱了吗？中午去了一家餐馆，吃没了。你真奢侈。莫姑娘，这是我在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了，我送给你。算了，我也没有怪你，只是下次莫要再大手大脚了。好，不过这纳戒你就收下吧。那我就收了。苏子，你能帮他找份工作吗？3无人员很难，你什么都愿意做？我都可以的。我可以安排你进我公司，不过只能做一个安保人员。你知道安保人员是什么吗？保安。保安是做什么的？保护人安全的。好。你得换身行头。怎么换呢？苏子，我明天还要上课，没有时间，你带他去换如何？可以。多谢了。你知道男朋友是什么意思吗？不就是朋友的意思吗？还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的意思。苏子姑娘，方才花了多少钱呢？没有多少。我得工作多久才能还你？婉瑜与我说了你的事情，可我感觉你脑子并没有问题。你是不是喜欢婉瑜？在前南学院，婉瑜的追求者很多，你是不是也在追求婉瑜？苏子姑娘，我想你是误会了。误会？也就是说，你并不是在追求婉瑜？苏子姑娘，就算我是在追求婉瑜姑娘，那又如何呢？我不能追求婉瑜姑娘吗？能。苏子姑娘，我能感觉到你的戒备与敌意，当然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我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与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你若是没有戒备和敌意，那反而不是正常的。不过你放心，等我找到工作，有了钱，我自会离开。可以，我带你去我们公司。你还记得自己的家吗？记得。是没有钱回去？算是。叶先生，我看你也不是坏人，只是当下遇到了难处。这样如何？我可以先借一笔钱给你，让你先回去，以后待你病情好一些后，你可以再还我。自然是极好的，不过我不是要回家，而是要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无边会所。苏子姑娘，你见多识广，知道这无边会所要消费多少才能办会员吗？我想。闭嘴，滚！无边主，你他妈的到底开了个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女人一听到无边会所就冒火呢？你开的是青楼吗？你好歹也是一位绝世大佬啊！你没事吧？姑姑，救！他没事吧？还在抢救。他不是去你公司上班了吗？怎么会？苏子低声一叹，将事情说了一遍。哎呀，你误会他了，他要去无边会所不是要去玩，是去找人。找人？他与我说过，在他的记忆中，他在无边会所认识一个人，但我告诉他要进那个地方得是会员，所以他才会想要赚钱去那里。还好那个王八蛋不是打头啊，不然自己怕是要完犊子了呀。而若死在这么个鬼地方，他妈的这脸得丢到全宇宙去了。难道是被大道比主人安排了？安排个毛，老子都自身难保了，修为被封还安排你？操！我操！你吵个什么？还不快去把东厢房的地给拖了？还想不想吃饭了？一天天的就知道偷懒。你为什么救我？虽然我们不是朋友，但是你帮了我不少，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为什么要用命救我？当时情急，没有想那么多。抱歉，我不知道你是去无边会所找人，我以为你是去那里。苏子姑娘，这个无边会所到底是做什么的呀？一个男人都比较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美女如云，只要你有钱。这无边主是疯了吗？来这个地方开这种玩意儿？难怪女人一听自己要去这种地方就变脸了。
被吴边主这个屌毛给坑惨了呀！以后有机会要让苏群公公打他一顿。苏德姑娘，那些人是商业竞争对手。这一次，我们苏氏集团要竞标一块燕京的商业地，觊觎这块地的人很多，但都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来黑的。原来如此，那你以后出门可得小心些才行。你好好疗伤，爷爷。他救了你？是的。等他伤好些后，带他来见我。爷爷，我与他只是朋友。只是朋友？是的。丫头啊，这些年来你不谈恋爱，爷爷也不逼你，但是爷爷是过来人，得劝你一句，若是遇到喜欢的，千万要抓住，莫要到时候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啊。爷爷，我们还是谈正事吧。查到对方身份了吗？除了李家还有谁呀？从现在起你就回来住吧。我住外面。糊涂。他保护我。随你吧。谢谢爷爷。老爷，你真的支持小姐？若是那少年真的很普通，我自然不会支持的。古往今来，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不懂，我们这些坐牢的不能不懂，当然也不能亏待人家，毕竟人家以命相救，这份恩情我苏氏得记着。至于最终如何，还得见过才知道。好些了吗？苏德姑娘，那些害你之人，你可知道是谁吗？爷爷已经查到了，他会处理。我之前问婉瑜，他说你是去无边会所找人，你要找谁？我应该可以帮你。无边主。无边主，好的，我记下了。待会儿我会让人去打听一下，看看这个无边会所有没有这个无边主。多谢了。你不恨我吗？我恨你做什么呀？你是去无边会所找人，而我却误会你，还将你赶走。这事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将事情说清楚。真的不生气？真的不生气，而且你帮了我很多，请我吃饭，还给我买衣服，我挺感谢你的。不生气就好，我现在去帮你问那无边主的消息。我们调查了一下无边会所，在白云市内的无边会所一共有10家，而10家的负责人都没有听说过无边主。无边会所总部在哪里？在燕京。离这里很远吗？很远。这无边会所不是一个简单的势力，在这里我们与他们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所以才能去打听一下。而若是到燕京，我们的手伸不到那边去。苏德姑娘，谢谢了。没有能帮到你，抱歉。无边主这个家伙来银河系之后，会不会换了个名字？我爷爷想见见你。你爷爷？是的，你要见吗？他见我做什么呀？是想亲自谢谢你。让他来见我吧。带我去见他吧。好，爷爷。你下去吧。哎呀，我还能伤害他不成？爷爷，你有什么就快说吧。女大不中留啊，小友，感谢你救了我这孙女儿一命，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还请收下。这是500万华夏币。这位老爷子，我救苏子姑娘，是因为我将她当朋友。虽然苏子姑娘并没有将我当朋友，但我还是将她当做朋友的，所以你不用拿钱感谢我。什么？我没将你当朋友？男朋友跟朋友都分不清。朋友？是的。只是朋友？老爷子，我当她是女朋友，这有什么问题吗？罢了，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难道这女朋友还有别的含义？婉瑜不是说没有什么别的含义吗？不管如何，多谢你救了苏子。老爷子客气了，若无别的事，那我便走了。好，你觉得如何？不卑不亢，气度不凡，绝非一般人呢。看他们自己吧。需要查一下他的来历吗？不用了，他对苏子没有恶意就可以了。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杀你，就如捏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原来自己这么弱呀！太爷，好久不见了。哼，你就没有担心过我？太爷，你跟着我老爹和我爷爷，见过的世面何其之多啊！区区永生大帝，怎么可能是你塔爷的对手？嘿嘿嘿，你小子还是那么聪明。你说的没错，我塔爷什么世面没见过呀？区区永生大帝，蝼蚁而已。今日就算天命姐姐不出手，我塔爷也能镇杀他。这塔爷开始飘了呀！我们走了。走？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会离开这片宇宙。很远吗？是的。还有机会见到你们吗？看你想不想。我知道了。我们也该走了。你们走吧。你还要留在银河系？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了。什么地方？宇宙节。宇宙节要爆发了。他们等很久了。他们？什么意思？他们都是来自曾经岁月里的强者，也就是岁月逆行者。他们是来对付你的？是的。为什么？宇宙节爆发，全宇宙毁灭，他们为什么？不对，宇宙节爆发，他们不会死。沈姐，你镇压宇宙节的同时，还维护了秩序。他们要推翻你的秩序，从而获得永生。真聪明。你维护大道秩序，而宇宙节也是大道一部分。那他为何会与这些强者联手啊？大道分为善道与恶道，宇宙节就是恶道。善道的选择是牺牲顶级强者，建立秩序，让芸芸众生活着；恶道的选择是毁灭芸芸众生，让少部分顶级强者活着。而这些顶级强者，他们追随的就是恶道，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宇宙节爆发，彻底毁灭现有已知的所有生灵。还记得你之前说过的话吗？你说我们没有权利替着芸芸众生做决定，大家都有修行的机会。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们没有权利去替着芸芸众生做任何的决定，总不能我们无敌后就断了后人的修行之路，这种行为终究是不好的。沈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听我说，我走后真宇宙和小柔他们就交给你了。大姐，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帮我分担宇宙节的事情，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的。我走后好好扶住小冠，他天赋很好，心性也好，只是经历的少了一些底蕴，但只要给他时间，他可以变得更强的。他缺的是时间，所以尽可能帮他多争取一些时间。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这世道，你终究是拯救不了。试试。那就请你再镇压我一次，你敢吗？那就请你再镇压我一次，你敢吗？我知道，再镇压你一次，你就会突破，彻底压制你的善恶。那时，你就能够强行与善道融合，恢复自身所有实力，并且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你若是肯舍弃你的人性，我自是远远不敌你的。可惜，你舍弃不了。你心中有太多割舍不下，比如你身边的这几位，还有你那真宇宙的芸芸众生。芊芊，你为何不舍弃自己的人性呢？傻子，我若是舍弃人性，就跟他们一样了。你若是不舍弃人性，你今日必死。人性就是执念，神性则无欲无求，无任何牵绊。答应我，以后不要为了无敌而舍弃自己的人性。我喜欢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没有任何感情的人。芊芊，我姑姑，这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我需要有人帮我，这个人只能是你，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想懂，我不想懂。这一次难关我与你一起度过，不叫人，好吗？如果你会死，我一定会叫人，一定会。可你若是叫人，就再也不能无敌了。为了你，我愿意做一个靠山皇。到时候，你可别嫌我弱。
此人是个变数，我引动宇宙劫拖出他力量，你杀了他。迟了，你要舍弃人性。我将最后一丝人性留给你，你在，我就是此真；你不在，我就是真神。你疯了吗？你为他争取100年时间，你觉得他100年就能超越大道？也许要不了100年，我们拭目以待。所以就这么放弃？他现在拥有9成神性，我奈何不得他。我们联手也不行。不行，杀了他呢？他身后有4位剑修，4位拥有9成神性的剑修，所以杀不了。恶道，他再镇压你一次，你劫满，最多100年，那时压无可压，善恶合体，你我联手可杀他。至于此人，他再叫人一次，此生便再无无敌可能。为了一个男人，用你本体来镇压我，你真傻，你一定会读书。这个男人100年绝对不可能无敌。甄姐，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这是我们的事情。我知道，100年后，只有我去救你，对你来说才有意义。我还知道，你这么做是不想让我叫人。我爹叫人，他最终能够破神，是因为他叫的人是我姑姑，而我姑姑唯一的人性就是他，所以他即使叫人，最终也能破心中神。可我不同，姑姑的人性不是我，老爹的人性也不是我，我爷爷的人性也不是我。甄姐，我什么都懂，可是还是舍不得你。我在结界等你。你有什么打算？先去见大道比主人，我要弄清楚那个白袍女人的身份。你站哪边？严格来说，我哪边都不站。那个白袍女人，他们的目的是压制善道，让恶道毁灭宇宙生灵，从而让宇宙休养生息。当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宇宙，而是为了获得无限的寿命。他难道还没有永生吗？他是永生的，但是他身边的人并不是。他与真神还有你爹他们一样，都保留了一丝人性。他是谁？嘿，待会儿再与你说他是谁。严格来说，这女人他们也在维护宇宙秩序，因为毁灭宇宙生灵，重启宇宙本就是大道运行的规律。其实啊，正常情况下，恶道是要毁灭所有生灵的，但是他知道他不可能与所有人为敌，因此他拉拢了一部分强大的人，给他们承诺，只要毁灭所有宇宙生灵，他们这批顶尖的强者便可以得到永生。他会拉拢人？是，你这话说的，你以为大道是蠢货吗？我告诉你，现在岁月历史内那些顶级强者几乎都站在他这边。那善道呢？善道的目的是将全宇宙变成类似银河系这种，生灵们可以活，但是不能活太久，并且不能修行。真神跟你的目的是要镇压恶道，但同时又让芸芸众生修行。如果我们遵循善道，就意味着灭掉现如今所有修为高的强者，或者让所有强者的修为散去，反哺宇宙。他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对吗？是的。我不站白袍女子他们，但也不站你们这边，我站善道。他明白了，大道比主人选择的是牺牲目前所有强者，然后建立一个类似蓝星这种宇宙世界。我们三方想要完成目标都很难，你得做选择。真神为你拖延100年时间，就是让你来做选择，因为他知道宇宙劫不可能永远镇压，他必须得做一个选择，而他把这个选择权给了你。善道与恶道，你必须选择一个。如果你选择善道，我辅助你。我选择善道。你先发个毒誓吧。你们杨家人真的没有信誉的很，一个个最喜欢忽悠人。除了善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没有，除非灭了大道，而灭了大道，整个宇宙依旧会完蛋。所以，我选择善道。哼，我不会相信你的鬼话。100年，100年后，我若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我就选择善道，重新建立一个类似蓝星的秩序。你觉得如何？当真？其实，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对吗？你什么意思？如果我不选择善道，谁敢来清除官宣宇宙和我杨家？谁敢？其实，宇宙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杨家呀。杨家不点头，谁他妈敢清除他们家呀？头都给你打爆啊！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是你要清楚，人活，宇宙就无法活；宇宙无法活，人能活吗？若是有的选择，我也希望所有生灵能够活下来，并且自由修炼，自由追寻大道，追寻长生。但是人人都追求长生，这宇宙根本负担不起呀。我懂。那女人是谁？能不能杀死？过去宗宗主，一个曾经屠杀了一个时代的人，与你其实还有点关系。与自己有关系？过去宗在你爹那个时代出现过。在我爹那个时代出现过。大刀比主人点头，但却不再多说什么。你愿真心辅助我？你若真心创立一个全新的秩序，让这宇宙变得更好，我便愿意真心辅助你。你要如何辅助我？或者说，你如何才能帮助我呢？你只有100年时间。100年？我没有100年时间。如果我猜的不错，很快岁月长河历史中那些强者就会来针对我，他们绝对不会给我100年的时间发育的。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抵挡他们。你看我做什么？你以为我能打他们全部吗？你是4剑之下第一人，如果你都不能阻止他们，那我们就别谈建立什么秩序了，因为他们肯定会来针对我的。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时间发育，所以只能委屈你进入岁月长河，帮我拖住他们，帮我争取一点时间了。等等，这事儿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那你说，我听你的。我计算过真宇宙与官选宇宙的强者，你们2个宇宙的强者加在一起都不可能抵挡住岁月长河历史之中的那些老怪物，所以还得找帮手。谁？你得做出一点牺牲。牺牲？牺牲。什么牺牲？那宇宙图是不是在你手上？是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古老的帝国，名为永夜帝国。这个帝国掌握着一种特殊的能量，名为永恒之气，仅次道元与祖元。而他们的实力可以这么说，若是不算上真宇宙，面对他们没有胜算。特别是他们的永夜军团，那是一支由大地组成的恐怖军团，非常可怕。你的意思是与他们联盟？他们不会跟你联盟。为何？要知道，若是宇宙劫爆发，他们也难以幸免的。岁月逆流者针对的是你还是他们？换位思考，若是自己，怕是也不会。想要联盟也不是不可能。我需要牺牲什么？身体。联盟不行，但可以联姻呢。联姻？不会是我去联姻吧？哼，除了你还有谁啊？在这里，我心中只有小柔和小树。在别的地方呢？你难道希望我去联姻吗？没准你想去呢。万一对方是一个绝世美女呢？别人再漂亮，与我又有何干系？在我心里，你们才是最重要的。哎呀，如果不是知道你有好多个媳妇儿，我就真的信了。你先别在这儿演深情，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这永夜帝国的掌舵者是永夜家族，他们有特殊血脉，永夜血脉，与你的炎黄血脉差不多，比你的风魔血脉以及另外一种血脉差一点。你有3种血脉于一身，若是与他们结合，可以大大提升他们的血脉。我相信他们应该无法拒绝。前辈，我走的是无敌之路啊！你又迂腐了。你爷爷你爹比你不要脸多了，他们难道就没有无敌？联姻影响你无敌吗？有永夜帝国相助，真宇宙与官选宇宙会少死很多很多人。
而且他们有一座永夜大阵，此阵极其特殊，可以封印这片宇宙时空，镇压那些来到这片宇宙强者的境界，削弱他们的实力。前辈，不能联盟吗？哎呀，我知道你心中抗拒，但你想想，那些岁月逆流者针对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你若是不能给他们带去利益，他们怎么可能帮你啊？只能联姻吗？暂时想到的路只有这一条，而且人家也不一定会愿意。这个帝国的永夜家族真的无比骄傲。去试试。先去试试看，并不是要你去牺牲身体，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与他们谈谈，你莫要多想。我知道，前辈，不管如何，这永夜帝国我们得去一趟。什么时候走啊？明天，我今天要去办点事情。明天我们集合。可以。你又偷懒，你还想不想吃饭了啊？你看这个。我操！我不想吃饭，你打我呀！明天你们与我一起去永夜帝国吗？不，我们得回去真宇宙，准备好迎战那些岁月长河强者。真宇宙确实需要你们回去帮忙主持大局。你相信大道比主人吗？相信。为什么？如果他真的对我有害，我相信公谷绝对不是镇压他那么简单，更不可能会放他出来。这人心也不坏，我们可以与他好好的合作，至少千万不能让他加入过去宗那边。那永夜帝国的实力？之前甄姐也提到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强大禁制，他们不让外人进入，而他们也出不来。若是大道比主人没有说假，那我们很需要他们的那座永夜大阵。不管如何，我们都会与你站在一起。小柔，回去之后记得联系我念一，将所有事情告诉他。真宇宙与官选宇宙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会处理好的。我相信你。小树，此一别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够再次见面了。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与孩子的。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要做父亲了。那喜欢吗？喜欢。去那边小心些，遇到情况不对就开溜，知道吗？放心，我跟着大道比主人呢，他混了那么多年，能活这么久，肯定是有两下子的。不管如何，小心些，照顾好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若是危险，就去官选宇宙找安前辈。小柔，真宇宙和官选宇宙还有小树，就有劳你了。颜值可以，用来联姻简直完美。前辈，我听说那永夜帝国不让外人进入，你确定我们能够进得去吗？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呀？这万界诸天全宇宙，谁敢不给我面子？那就好。嘿嘿，前辈，能说说这永夜帝国吗？另一个璀璨的文明。另一个？他们的武道文明很高，特别是这个永夜帝国的永夜家族，他们家族的家主都是修王道，一种以众生愿力为力量的特殊修道之法。信仰之力？差不多，不过又有区别。这众生愿力比信仰之力还要恐怖。怎么说？这就得说说永夜帝国的制度了。在永夜帝国，除了永夜家族外，还有一个家族，名为永恒家族。这两个家族本是一脉，后永恒家族的先祖就是永夜家族出去的，是一位女子，非常逆天。她离开永夜家族后，族谱单开一页。族谱单开一页，听起来很牛逼呀！怎么，你也想族谱单开一页？不，我没有这种想法。我看你是有这种想法。后来两个家族一直在争夺永夜帝国的掌控权。那一次内乱对永夜帝国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最后谁胜了？都胜了。什么意思？你知道永夜帝国的皇帝是怎么来的吗？怎么来的？拼出来的。他们那边每任皇帝最多只能做300年，300年内皇帝可以修炼他们那边最强功法王道心法。而若是皇帝得民心，那边的芸芸众生就会再次选他。反之，他干完300年就得下台，而下了台
就没有办法再修炼王道契约，所以每位皇帝都会尽可能的去得到那边芸芸众生的认可。每300年，2个家族都会派出一名优秀的人出来竞选帝位。这一次刚好是他们竞选帝位的日子，我们过去后先静观其变，哪家赢了我们就与哪家联姻。反正啊，他们2家都有王道血脉。前辈，你之前说我体内有3种血脉，而且你好像还很熟悉，能与我说说我的第3种血脉吗？你不知道？不知道。那你就等等。你先把你的风魔血脉与炎黄血脉玩明白再说吧。第3种血脉比风魔血脉以及炎黄血脉还要更强。是。不可能，风魔血脉真的比风魔血脉强，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1血脉。我爹是风魔血脉，我娘是炎黄血脉，第3种血脉的来源处是哪里啊？大道比主人嘿嘿一笑，不说话。叶关无语啊，这家伙居然吊人胃口，真想打他一顿。我知道你对联姻抗拒，但这一次若是我们能够获得永夜帝国的支持，就能够为你拖延更多的时间。你需要时间，光靠真宇宙与观玄宇宙不行啊。我懂。你爷爷当年也是联姻。真的，他娶了好多媳妇儿，其中也联姻过好多。前辈，我们带着目的来的，人家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你呀，还是经历的太少。身在皇族，谁不想得到那无上的权力以及无上的实力啊？莫说在他们那里，就是在蓝星这种地方都讲究门当户对，喜欢豪门联姻。莫说在他们那里，就是在蓝星这种地方都讲究门当户对，喜欢豪门联姻。不管如何，这次我们必须争取到永夜帝国的支持，不然一旦那些岁月逆流者开始出手，那时我们的处境会变得很难很难。我已经让人去调查那些岁月逆流者了。调查？我们需要掌握那些岁月逆流者的实力与信息，不然到时候我们要吃大亏。你让谁去调查了？保密。小家伙，我这次为了你可谓是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而且还与那帮家伙结仇。你要知道，我与他们原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现在我主动与他们为敌。我告诉你，你到时候可不能忽悠我啊，不然太不是人了。前辈，如果到时候我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就按照你的来。我相信你。前辈，你之前是不是也想选择我爹？那为何你后面不选择他了？你爹太花里胡哨，而且喜欢忽悠人，选择他我把内裤都给他骗没了。虽然你也不是特别老实，但老实说你没有那么花里胡哨，所以选择你。这世道已经混乱了太多年，需要一个秩序，一个能够让宇宙以及芸芸众生都能够和平发展的秩序。前辈，这永夜帝国为何要封闭自己？2个原因。第一，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太大的兴趣。第二，他们不想外面的人进入他们这里，毕竟他们拥有永恒能量，不想被外面的宇宙际遇引来祸事，特别是那帮岁月逆流者。在此之前，我很少见到岁月逆流者，为何现在他们频频出现呢？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被岁月法则以及大道法则约束，想要从过去来到未来就会被针对。但是现在，过去宗宗主替他们抵挡了岁月法则以及大道法则吗？是。那个女人，真是让人无比头疼。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要杀我，因为她知道你可能是一个变数。嘿嘿，走。去告诉你们皇帝，就说大道比主人到来，让他赶紧出来欢迎一下。大道比主人？是的。不认识，滚！你确定你不认识我？怎么，你很有名气吗？这位前辈，我2人来自观玄宇宙。我不管你们2人来自什么宇宙，若是不想死，立刻给我滚！立刻！前辈，你的面子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前辈的实力与名气我是知道的，
这应该是个误会啊，是误会。我二人就不滚，来，求杀！这是永业帝国地界。你是谁？打的就是你永业帝国。他叫人了，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啊？不就是叫人吗？来，你使劲给我叫，最好将你永业帝国的开国皇帝叫出来，我倒要看看你永业帝国到底有多牛逼。晚辈直言，见过前辈。你认识我？前辈之名曾听家中长辈提起过，家中长辈常言，当初若不是前辈相助，永业帝国根本无法建国。今日下人有眼不识高人，冒犯前辈，我代他向前辈赔个不是。你家中长辈是宋仙？是他？是的。他还活着吗？10年前寿命尽，已陨落。唉，还记得当年见他时，是在5000万年前，那时的他意气风发，扬言要超越大道，做那天地间最逍遥之人。未曾想再次见面，却是已经……修道之人，从修道开始便是逆天而行，任何结局都是自取，怨不得他人。如今宋家是你做主？是。你很不错。前辈此次来是？联姻，这位是官宣宇宙的夜官，他这次代表真宇宙与官宣宇宙而来。就是那位真神创立的真宇宙？选举可是要开始了？1月后便正式开始。这一次竞选地位的是永业家族的是叶安君，永恒家族的则是叶舒柔。你们宋家支持谁？不知两位此次中意的是哪个家族？谁胜出，我们选谁。前辈，这也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的呀。这是让他们知道你有3种特殊血脉，他们2家的女子任你选。你搞得我像卖血的呀。我知道你的想法是想先跟他们谈谈，看能不能结盟，也不是不可以。到时候你跟他们谈，若是谈不了，那就再说联姻的事情嘛。哎，宋丫头，我们来这儿的事情你莫要对外面说，这段时间我们会在这里观察一下，看看2个家族哪个更适合我们。好的。我要去一个地方逛逛，看看曾经的老熟人还有几个活着的。宋丫头，这段时间你带着他多了解一下永业帝国，如果可以的话，带他认识一下2个家族的姑娘。虽说是联姻啊，但我觉得如果能自由恋爱的话，那就更好了。好的。你不会惹祸吧？哎，我是个读书人。别跟我胡扯，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与他们做朋友的，不是来结仇的，所以你要低调一点啊。要是别人先欺负我呢？哎，忍忍就过去了。若是遇到像刚才那灰袍老者那样的呢？尽量做得干净一点，不要留祸患。一定。前辈，我有个想法。说。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这家伙这脑子比起你爹是丝毫不差，而且你跟你爹不同，你这家伙表面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但实则有800个心眼，我以后得防着你些。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你还是可以去见见这2位竞选人，万一2人格局都很大呢？希望如此。叶公子，听你方才的意思，你好像不太希望联姻。是的。为何？直言姑娘，你喜欢那种因为利益在一起的婚姻吗？谁都想寻一位自己的意中人，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叶公子应该明白，似我们这种人，很多时候都没有选择，特别是婚姻大事，更是不可能随心所欲。直言姑娘，这永业家族和永恒家族，哪个更好说话一点呢？都不好说话，也都好说话。看我实力。是的，叶公子筹码若是够大，他们都好说话；若是不够，利益。叶公子，若是你不想联姻，
也不是没有办法。姑娘的意思是要我现在就站队，帮助一方登帝位。可我听说这里的皇帝是靠竞选的呀。是这样的，但是若是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持，对方连出来选的资格都没有。可以这么说，每一个出来选的人，他身后都有无数的豪门大族支持。芷言姑娘是想让我支持谁呢？永恒家族叶舒柔。为何？因为我也支持他。芷言姑娘倒是坦白呀。叶公子，若是你愿意相助他，只要他登上帝位，我们是可以谈的。叶舒柔姑娘胜算较低，她若胜算很高，芷言姑娘应该不会与我说这些，对吗？叶公子智慧当真让我震惊。如叶公子所说，舒柔她确实没有很大的胜算。几成？3成。那我为何不去帮助永业家族呢？你去帮助永业家族，他们肯定不会与你谈什么的，因为他们已经稳操胜券。但你若是来帮舒柔，一旦帮他逆风翻盘，那时什么都可以谈。叶公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帮助舒柔，他赢面会非常大。我要见见这2位竞选人。应该的。芷言姑娘，莫要与永恒家族透露我的身份，可以吗？可以。那多谢了。叶公子，你是剑修？是的。你的实力还好。还好。年轻一代从不出第2件，老一辈也不出第2件。改天我与叶公子切磋切磋。并无别的意思，就是想见识见识剑修。这永业帝国的剑修强者很少吗？非常少。为何呀？在当年永恒家族那位奇女子成功做了皇帝后，当时永业家族与一些宗门不服，于是就发动过一场战争，这其中就有当时永业帝国最强的宗门剑宗。失败了？是的。那一战后，大部分剑修被斩杀，其余的一些剑宗弟子也被流放至苦寒界，永生永世不得再回永业界。这么说，那一战之后，剑修在这永业帝国相当于断绝了吗？差不多。即使有人修剑，也不敢，怕被扣上叛逆的帽子。一旦被扣上叛逆的帽子，不用皇帝下令，永业军团也会出面将其镇杀。这么说，我不能轻易暴露我是剑修的身份了。叶公子自然不是剑宗叛逆，你来自外面，身后又有那位大道比主人。不过在叶公子没有暴露身份之前，这剑修身份还是要隐藏一下的，以免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懂了。叶公子可认识那位真神？认识。芷言姑娘对他感兴趣。他当年来永业帝国时，一连挑战了永业帝国3大强者，而他只用了1招就击败了3大强者，最后转身离去。他来这边就打了一个架就走了？是的。这真假？你与他很熟吗？很熟。多熟？这姑娘挺八卦的呀。抱歉，因为之前那位前辈说叶公子代表真宇宙来此，真宇宙在我们这边分量极重，因为我们都知道真神就是真宇宙的，因此我才会多问。她是我大姐。干姐还是干姐？叶官听的是一头雾水，什么干的呀？原来是大姐。这女人有点不对劲呢。宋家主，小姐请你去内殿。这位是我远房的表哥。表哥？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以前来往的较少。这一次竞选，我们胜算极小。永业帝国有17届，如今已有7届支持永业家族，他们只要再获得2届支持，我们就输了。古界，他们那边，他们没有立即选择叶安君，定是在待价而沽。他们要什么条件？我不知道他们对叶安君那边提了什么条件，对我这边是联姻。他们倒是好算计。若是与你联姻，一旦你登上帝位，他古家就立即成为了亲王世家。他们想要获得好处也是正常的，毕竟即使他们相助我，也不一定能够稳赢。而且
一旦输，那接下来他们就会遭到永业家族打压。你有什么打算？尽人事，听天命。你不会就这么认输吧？他们给了我最后期限3天，3天后若是没有给他们答复，他们就会立即支持叶安军。谷家能代表5届吗？谷家能代表3届，只要他们支持我，那我们的胜算就会很大。因为还有2届之中，有1届是我外公掌控，不过他也在观望。若是谷家不支持我，他会立即去支持叶安军。这么说，谷家是关键？是的，而其余2届一直都是以谷家马首是瞻。也就是说，如果谷家支持舒柔姑娘，那么舒柔姑娘就能够稳操胜券了。不能，除了竞选，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比武。比武？作为皇帝竞选人，必须能文能武。若是在比武之中输掉，将直接丧失资格。那这竞选还有什么意义吗？竞选胜出者可得3成王道民运加身，这3成王道民运可以提升比武者至少3倍的实力，甚至更高。可以这样？舒柔姑娘，我们能单独谈谈吗？可以。叶公子不是只言表哥吧？姑娘慧眼。叶公子来自外面？是的。叶公子应该是想助我登上帝位，但是叶公子的条件肯定是非常难达到的，对吗？叶官想了想，然后将宇宙劫以及逆流者的事情说了出来。他没有多少时间，因此他选择直接明说，行，那大家就合作，不行，那就算了。叶公子，即使我登上帝位，也不能出兵相助真宇宙。这不是我们永业帝国的战争，永业帝国的强者虽强，但相比那些岁月逆流者还是远远不如的。让他们去参战，会死很多很多人。所以即使我成为皇帝，也不能答应你这件事。宇宙劫爆发，无人能幸免。岁月逆流者的目的是帮助恶道，毁灭所有宇宙生灵。真宇宙失败，永业帝国也无法幸免。叶公子，即使我相信你，永业帝国也不会相信你的。只要永业帝国没有面临岁月逆流者的威胁，他们根本不会去管那么多的。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叶公子，你来迟了。岁月逆流者已经来找你们了。是。他们承诺永业帝国若是不出手，就不会针对永业帝国，是吗？比叶公子说的更多。真宇宙和官选宇宙所有地盘归永业帝国。安君兄，出来吧。芷妍姑娘是个实诚人呢。哼，叶公子不愧是官选宇宙的王，即使身陷险境，依旧如此镇定，佩服。如果我没猜错，你们已经达成某种约定了，对吗？叶公子不妨猜猜。联姻？你们联姻，你做皇帝，他做皇后，如此一来，各方势力都能够得到平衡。叶公子聪明。你们相信岁月逆流者的话吗？不相信。哦，既然不相信，你们还要选择帮助他们。叶公子如此聪明，不如再猜猜。想来他们还给了你们一个条件，那就是让你们成为最顶级强者，可以进行岁月逆流。如此一来，即使宇宙劫爆发，你们也不会有事，对你们来说稳赚不赔的。如果最终能够保住永业帝国，那自然好，但若是不能保住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们至少能够保住自己。我相信岁月逆流者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助你们达到另外一个高度，然后逆流岁月，对吗？叶公子啊，你当真好聪明啊。确如你所说，皇位虽好，但相比那无上大道又算得了什么？至于芸芸众生，不过都是我们利用的棋子罢了。若是有用，自然要讨好利用；若是无用，舍弃便可。叶公子，不得不说你很聪明。正常情况下，你选舒柔，舒柔肯定会往你这边靠的。但你没有想到的是，我与他早已达成了协议，我与他联姻，然后全力培养我们2人的后人做皇帝。如此一来，你们真的以为我是在选你们？恕我直言，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让我选。你选的是陛下，杀了他。
你选的是陛下，杀了他。奉陛下令，叶安君、与叶舒柔勾结岁月逆行者，图谋造反，立即拿下。若是反抗，就地格杀。永夜军团？穆老，你为何要背叛我？我一直都是陛下的人。舒柔，你们方才的谈话我已经用水晶仪录下，这个时候已经传至陛下那里。你们输了。你们都在争，但却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当今的皇帝陛下。所以叶公子这次来见我，就只是单纯的见我，并没有想要与我合作的意思。虽然是想合作的，因为我不确定那位陛下是一个什么态度，但现在看来，你们相比那位陛下差的不是一点两点的。还有舒柔姑娘，恕我直言，你们段位太低，根本不够资格参与我与岁月逆行者之间的事情。我们还有那些岁月逆行者，我们没了竞选地位的机会，就没了利用价值。那些岁月逆行者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真让人意外，你竟然选择的是皇宫中的那位。叶公子，你以为你能赢吗？单挑？就在这儿，你我1对1单挑，都不叫人，生死自负。白衣少年盯着叶关不说话，让过去宗宗主换个人来做我对手吧，你不配。叶公子，陛下有请。这位是叶君皇帝，你叫前辈便好。前辈，不愧是那位真神选中的人，不仅一表人才，这实力在年轻一代之中，怕是也是无敌手的存在。可惜我的对手都是老一代。真正的天才，他的对手永远是比他更强者。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与大道比主人谈了许久，要我永夜帝国相助真宇宙，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也只有一个条件。什么？联姻。联姻？我可没答应他这个条件。他方才也没有说答应与我们联手，只是说要先看看你。看来他是看中你了。哎，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太优秀了。我信你个鬼哟！我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叶公子，我知道你不喜欢联姻，但我必须要有一个相助真宇宙与观玄宇宙的理由。若是不然，在岁月逆行者他们没有针对我们的情况下，我们若是出兵相助，国内会有许多人反对，甚至闹事。但若是联姻，并且你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考虑考虑，当然时间不多，尽快做决定。我跟谁？我女儿。可以先看看人吗？可以，请南风公主。南风姑娘，看得出来你很抗拒这场联姻。若是你无法拒绝他，那我去和叶军前辈说说。不用说了，他们知道你有3种血脉，而且每一种血脉都比叶家的王道血脉强，他们是不会错过这个提升血脉机会的。啊，我的意思是，你如果不愿意联姻，那就换个人来。其实我也很抗拒联姻，因为2个素不相识的人就要在一起，不仅你，我自己也觉得很别扭。但是如你所说，永夜帝国想要我帮助你们提升血脉，如果我不答应，你们肯定不会与我们联手，甚至转投岁月逆行者。我听说叶公子是剑修，如此联姻对叶公子来说应该算是违背本心的事情。叶公子不怕剑道之心受损吗？听得出来，南风公主对这次联姻已经不是抗拒那么简单，应该是严重反感了。想来南风姑娘是无法抗拒你父亲，所以在面对我时才会如此尖锐。换人。叶公子，我已经答应我父亲，此次联姻我不答应了。叶公子，我为刚才的态度向你道歉。我还是比较欣赏你刚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你还要怎么？你以为我想跟你联姻？永业家族是目前永业帝国最强的家族，与我们联姻，对你家族……你是不是认为我与你联姻是高攀你永业家族？难道不是吗？普信女，我个人不是很想炫耀我的家族，但是恕我直言，南方姑娘，若论家族势力，莫说在这诸天万界宇宙，就是放眼整个岁月实力长河1000亿年，什么家族比得上我杨家？前辈，换个人。确定？是的，她是我几个女儿之中最漂亮的，也是天赋最高的，而且王道血脉也是最……换人。可以，你下去吧。父皇，下去，让南晴过来。叶公子，你知道你父亲让你来的意思吗？知道。你怎么看？叶公子应该选择姐姐的，她天赋很好，而且很有能力，父皇也一直将她当作继承人培养。如果我选你呢？叶公子，恕我直言，我也不喜欢这种联姻方式，但我知道我根本无法拒绝，就算今日不与叶公子联姻，以后父皇也可能将我许配给别人，以求交换利益。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若是与叶公子成亲，会做好一位妻子本分的。南青姑娘，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样如何？你我表面联姻成亲，有一个夫妻之名，但不用有夫妻之实，而我依旧会帮助你提升你的叶家血脉，并且帮助你成为这永业帝国的帝王。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到时候再和离，而且我可以向世人说明一切，那时你将彻底是自由之身。叶公子，这样可以吗？只要你我配合，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叶公子为何不找我姐姐？她实力强大，应该更能与你合作的愉快。我原本也想找她的，但是她那性格我很不喜。我答应叶公子。那就这么说定，你我假成亲，等一切尘埃落定，到时我们就解除婚姻，各自安好。父皇，3日后就成亲。3日就成亲了，这节奏实在是太快了一些。叶公子莫要意外，之所以要立即成亲，是因为我准备让南晴出来竞选帝位。前辈难道不想继续连任吗？没有必要，我如今实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这王道气运对我而言作用已经不如曾经那般大，因此现在退下来，然后好好闭关修炼，对我好处更多。父皇，你莫要担心，如今叶安君与叶舒柔都已经身败名裂，根本没有人能够与你竞争，而且就算有，我相信叶公子也能有办法帮你解决掉所有的问题。叶公子，特殊时期，所以一切从简，你放心，婚事由我叶家操办。这段时间叶公子就住在皇宫吧，因为据暗卫来报，有一些岁月逆行者还在永业帝国，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容易罢休。好，你们就住在一起。莫要多想，我是怕那些岁月逆行者突然对南晴出手，毕竟若是杀了南晴，那我们联手的计划就完全泡汤了。南晴，带叶公子下去休息吧。叶公子，请。前辈，我可是赌上了所有。我都赌上了所有，你怕个什么？如果他失败，那所有人都得死；如果他胜，你会感谢今日你的选择的。希望如此。南青姑娘，你很不开心吧？你父亲让我与你立刻成亲，他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是将你当做一件货物一般送给我，而且是迫不及待的那种，丝毫不顾及你的感受，也不问你意见。南青姑娘，何不换个角度想？换个角度？是的，你想想，这何尝不是一个改变你命运的机会呢？你想想，就算你这次不与我联姻，那以后呢？
以后你父亲可能也会让你去和别人联姻的。而想要不被当作棋子，就只能做执棋人。如果不出意外，你就会成为永业帝国的女帝。那个时候，所有的权力都在你手中。当然，你的实力太弱，因此你得好好提升一下实力，以免成为他人的傀儡。这点我倒是可以帮你。我到时候帮助你提升你的王道血脉，让你的王道血脉达到另一个层次。如此一来，你不仅实力能够得到大大提升，在叶家的地位也会稳如磐石。你看，这么想事情，是不是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不会占你便宜的，也不会觊觎你的权利，更不会去掌控你，让你成为我的一枚棋子什么的。等到时候一切尘埃落定，我会发个声明与你和离，而我也会离开这里。叶公子，你是个好人。叶公子笑什么？我曾去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银河系，在那个地方被女人说是好人，有一个特殊意义的。特殊意义？在那个地方，一般女子若是不喜欢一个男子，就会对他说你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不合适。此人如何？没有太多的心思。如果出手，你有几成把握胜他？10成。命运大帝在他面前犹如蝼蚁。10成。若是你能够借助他的3种血脉打败当年那位奇女子的血脉桎梏，那你的实力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未来甚至达到那位奇女子的高度。然请，我之所以选择让你去与他联姻，就是不想以后我永业帝国成为他人嫁妆。这个少年聪慧无双，你姐根本驾驭不住他。如果你能够驾驭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哈哈哈！叶君皇帝，岁月逆行者。叶君，今日来此是想问问你，你永业家族当真要与这叶官联手吗？我们岁月逆行者与永业家族无冤无仇，也不想与永业帝国发生任何的不愉快事情，因此只要你们保证不与叶官联手，并且将他驱逐出永业帝国，我们保证不会对永业帝国动手。如果我是岁月逆行者，只要你拒绝得罪官玄宇宙，将叶公子赶走，就立即灭掉永业帝国。他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全面出手，不是因为忌惮永业帝国实力，而是忌惮那位大道比主人。我尊重叶君陛下的决定。叶公子莫要多想，你明日就要与南晴成婚，那时我们就是一家人，大家自然应该同舟共济，抵御外敌。阁下，我永业帝国将与叶公子共同进退，你们若是想出手，那便请吧。好，很好，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叶公子，明日成婚没问题吧？老实说，我们永业帝国内部有许多反对的声音，因为他们并不想卷入这场纷争，因此我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镇压国内的一些反对声音。我没问题。叶公子，我听说那些岁月逆行者的目的是释放恶道，让宇宙界彻底爆发，毁灭众生，是吗？是的。宇宙界是一定会爆发的，对吗？那阻止的意义呢？宇宙劫还有100年才会彻底爆发，而这100年内，我若是找不到新的办法，那我就会与大道比主人联手，镇压芸芸众生，让他们散去修为，将掠夺的天地资源全部归还给这片宇宙。而且，从下一代开始，所有人都将不能再修炼，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
寿命不过百。说真是这般做，那你在芸芸众生眼中与恶道没有什么区别。是的，我觉得你做不出来。为何？因为你不是一个狠心的人。南青姑娘，我杀的人可是非常多的，你居然说我不是一个狠心的人？杀人不代表着狠心啊。叶官笑了笑，没有说话。这南青姑娘有些意思。叶公子，你扪心自问，若真到了那天，你做得出来吗？叶官沉默。剥夺芸芸众生的修为，很显然必有人反抗。开玩笑，人家修炼一辈子，你一言不合就剥夺人家的修为，谁答应啊？可以想象，那时全宇宙的人都会一起来反抗的。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叶官没有说话，对此他倒是有些想法，不然他也不敢答应大道比主人了。不过这些想法现在说出来也没有意义，他得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叶公子，你天赋异禀，若是潜心修炼，未来必能超越一切，不管是宇宙界还是别的什么，定然都是威胁不到你的。你何苦来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其实也不太想来做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做。为什么？南青姑娘，你觉得这个世界需要秩序不？我无所谓。若是永夜帝国会灭亡，你会怎么做？我无所谓。叶官无语，这妹子怎么不按套路来呀？这怎么往下接话呀？叶公子这么做，是为了芸芸众生，还是为自己？为自己。我说是为芸芸众生，你信吗？南青姑娘，我得承认，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无私之人肯定是少之又少的，但是不代表真的就没有。就比如镇压宇宙劫的真神，他若是不镇压宇宙劫，现在全宇宙的芸芸众生已经彻底毁了。我不敢保证什么，我只能说尽自己努力去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如大道比主人所说，牺牲所有强者修为，重新创造一种秩序，让芸芸众生和宇宙共存。这种结局终究比宇宙劫彻底爆发，让全宇宙生灵灭亡来得好。也不用这么悲观，还有100年时间，万一我能想出办法呢？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我老爹与我姑姑还有我爷爷，还有一个前辈剑修，他们实力可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到了后面，若是我实在无能为力，我就把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一起帮忙想办法，没准大家能有办法呢。特别是我那姑姑，她可是非常厉害的。希望如此。南青姑娘，这次我要对抗岁月逆行者，因此需要联合永夜帝国一起对抗他们。我知道在这场利益交换之中，你是一个牺牲品，说抱歉显得有些虚伪矫情，但我向你保证，尽量不让你受到伤害，并且尽我所能的帮助你。叶公子莫要多想，此次联姻我叶家也会获得利益，因此你并不亏欠我叶家什么。南青姑娘，我发现你对这地位好像并没有什么兴趣，这是为何呀？成为女帝不能随心所欲，不过做做也不是不可以。成为女帝那可是无上至尊呢。我若是做了女帝，那你可就是我的亲王。你知道亲王与女帝是如何相处的吗？哦，如何相处的？亲王不得与女帝同住，只有女帝有需要服侍时，才会下令让亲王来侍寝。不仅如此，女帝还可以封360位男妃，当然，他们的地位是远不如亲王的。亲王就相当于是后宫之主。除此之外，贤惠的亲王还得帮女帝寻找美男子充当男妃。南青姑娘，你说的这些，这是你们这边的风俗，我倒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可不可以等我们和离后，你再封男妃？为何？虽然是假成亲，但是我们应该要尊重彼此的。你觉得呢？为什么？你有喜欢的男子吗？有。南青姑娘，你为何不早说啊？你若是早说，我就不会同意和你联姻了。为何？你若有喜欢的男子，我与你联姻，他如何想啊？
这不是破坏你们的感情吗？叶公子，你从小就是被放养的吧？你怎么知道？你看起来有点单纯。你便是叶官。见过伯母。让他生个孩子吧。叶公子似是有些意外。确实很意外。意外什么？成亲之后自然是要孩子的，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伯母却在此刻提出来，伯母是知道些什么？叶公子，我未曾与你接触过，不知你的性格与为人，但你能够与南晴相处下来，想来你这性格与为人也是极好的，因为南晴很少能与人相处得来。叶公子，南晴因为小时候无法修炼，因此从小不知经历了多少如刀剑加身般的恶言恶语，而他却从未抱怨过，一直都是坦然受之。但这也是我担心的，因为他面对族人与周围身边的人时很淡，淡到让人觉得他好像根本没有将他们当作是同类。这么多年来，叶公子是第一个能够与他相处的人，见到你们能够相处的融洽，我是真的很开心。伯母，此次虽为利益联姻，但伯母放心，我并不会伤害南青姑娘。生个孩子吧。叶官看了一眼美妇，没有说话，直觉告诉他，眼前这美妇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南晴是内妹之体，若是与其双修，那其中滋味可谓是蚀骨销魂，你懂的。什么玩意儿啊？丈母娘，你这么聊天真的好吗？叶公子，你自己是什么想法？伯母，南青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实则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人。你莫要看他与我能够相处得来，实则我在他眼中怕是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啊。为何这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青姑娘性格变成现在这般，不是一时而成，也不会因为突然遇到一个谈得来的人就改变自己想法。而且这2日我与南青姑娘相处，发现她虽然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实则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这一次她之所以愿意答应联姻，想来也是因为伯母的缘故吧。伯母，我与南青姑娘的事情便顺其自然吧。南青姑娘，你母亲很担心你。我知道，但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自己。我又没有什么敌人，自己担心自己做什么？南青姑娘，与你相处下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你有点神秘。是吗？初见你时，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柔弱女子，因此我对你心生怜悯，不希望你成为联姻的棋子工具，希望给你一个好的解决。而到现在，我发现我的一些想法错了。你很镇定，一直以来你都很镇定，包括之前岁月逆行者来袭，你都表现得很镇定。拥有这份镇定，要么是心大，要么是什么？大爷，他真的是岁月仙境吗？我只是一个塔。叶官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你又知道你是一个塔了啊？